知道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吗？因为我想占有你的胸部。男生有约，今天约的是王维。嗨，大家好，嘿，王维应该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，对不对？非常熟悉，还有脑袋里的画面在这里出现过。对，感觉上刚刚一来的时候，就好像回到那个情境，对不对？对，回到25、6岁那种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么久了？我是25、6岁的时候跟导演合作的啊，真的，已经要8年，8年了。王维第一次拍 MV 吧，那也是算是我第一支歌手的作品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哇，这件事情我还真不知道哎，这件事情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哦所以还蛮紧张的。我也很紧张，所有的人都很紧张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哦，但是大家很泰然的感觉，然后我以为只有我非常紧张，不会，其实因为我第一次，那个时候真的第一次非常紧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舞台剧，对，演出影像作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什么感觉？很不一样。你要去想镜头的位置，然后跟导演蕊戏的那些过程，其实跟舞台剧的排练方式都完全不同的。对，因为其实你遇到的这个导演，其实本身哈，对对对，老实说，其实我不太会去教戏哦，真的，因为可能有经验的演员，或者是他们会自带情绪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在这张桌子，然后导演就说我要跟女主角吵架，我们就在这边蕊了很多情节，然后让导演去筛选，对，大概就是那个过程。你自己心里有戏，然后自然就会出来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是这样。而且日常发生的东西会比较有感触，演出来比较真实。MV 之后，接下来可能有签经纪公司，然后慢慢的去开始了8点档，对不对？8点档，那这又跟拍 MV 不一样哦，差很多。接拍第一档8点档是，你还记得是什么？演一个警察，流氓警察，剃了一个平头，然后戴了个金项链，这样演一个流氓警察。但那时候第一次接触8点档的时候很不习惯。因为3机作业吗？其实3机作业某部分来说跟舞台剧很像，因为它只有单一面向。所有摄影机都在你前面。对，然后就跟我们面对观众时那个状态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拍8点档的过程比较难适应的，对我来说是选择，因为演员他其实拿到了剧本之后，会在每一句台词上面或者是情绪上面去做一些选择。那8点档太 rush 很快，然后那个时候又on档了，你根本来不及做选择，甚至有时候回到家之后，你不知道我真的忘了我刚刚演什么。好像没有时间准备，然后去进入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，来不及有内心世界。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很酷的是，人家说哦，我们可能拍某台的8点档，就是拿过来纸是热的，然后就赶快把它背起来，然后赶快上去就演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，导演一人发一张纸，一人发一支笔，你讲什么写起来，你讲什么写起来，把每个人台词写起来，写完之后换衣服录。所以完全没有，所以等于是没有编剧，你们就是编剧哦。导演就是编剧，导演就是编剧，导演一个人把你要讲的台词全部讲出来，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台湾8点档的剧情会很瞎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是当你想不出东西了之后，你只能跟上时事。时事等于说有一点贴近观众口味，因为他知道这些时事。当你用8点档把它演出来之后，等于又强调了一次这个时事，他就会有一点共鸣的感觉。可是抓到事情的根源，其实是他们真的不知道，对，不知道该怎么样把故事发展下去，所以大同小异。对我来说啦，我会看起来都这样认为。所以你算是戏剧科班出身，要去演这么 rush 的8点档。心中的挣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
哦，其实刚开始对我来说，去拍这么 rush 的东西，以前在舞台剧的时候有很饱满的热情，去排戏、蕊戏的过程，做任何选择都是为了这一场没有 NG 做一个很棒的演出给观众看。可是，在这么 rush 的过程之后，当你持续了1年之后，都是一样，你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做准备、选择的那个快速的。说真的，我自己不太聪明，所以我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去选择。那相对来说，对我自己就是一种热情有点锐减，对于演戏的热情有点锐减。身体状况呢？蛮差的，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睡觉。我原本其实也是夜猫子没有错了，但是他已经夜猫到你几乎完全连想睡觉的时间、要睡的时间都来不及了，都没有时间可以睡。最长有多久时间没睡？接8点档，然后又接了一个大爱，对，然后大爱是在台南拍，对，没有交通车，所以我必须要拍完8点档，开着车下去台南，再拍完了之后再连夜赶回来，再拍8点档，再去台南，2天2夜，2天2夜，2天2夜，哇，还开车，那真很危险哦。很酷啊，对，因为每一站休息站我都停，都睡个10分钟，因为真的快不行了。不是每个休息站出来买一杯咖啡或者是买咖啡是在车上直接就是2杯放在那，没了就再买，没了就再买。多久才适应？其实到现在都没有适应，很难适应。如果我也不知道现在的8点档演员他们有没有办法说适应这样的阶段跟这样的拍戏环境，也许他们适应的很好。但是从他们的眼神，还有他们眼睛血丝的数量来看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累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应该有赚到一些钱吧？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是新人，刚进剧组，所以薪水没有很高。其实那一整年拍完之后，我中间还有去插舞台剧啊什么的。当我拿到薪资单的时候，哇，我舞台剧的薪水比拍8点档还要多哦。其实用这么长的时间去拍这样的8点档的戏，以新人的角度来说，赚不太到什么钱。所以你现在比较少接8点档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对，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有累过一阵子之后，就可能对不对？就是演戏路上有一个这样的经验。其实某部分来说，我也很崇拜那些前辈，资深的前辈，8点档的前辈。很快速，而且台词什么东西，他选择一下就做完了。他就算是这么 rush 的状态之下，他也可以这么快速去做这些选择。对我来说，有崇拜之心。对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一方面很不聪明，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快速。他们真的很强，说真的。对啊。你刚说你很崇拜8点档的演员，他们有这种的耐力、决心、体力。对，你最崇拜谁？我最崇拜谁啊？以我有的经验来说，我崇拜那个时候像文山哥、陈文山，然后还有可丽姐，苗可丽，很快速，很快，极为快速，而且很到位。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很温暖的人。对，然后应该怎么说？有一种妈妈感。可能也因为那时候我们演戏的时候，他是演妈妈嘛，所以跟以往我在看他演他台的其他的8点档那种连珠炮那种很狠的那种，在我们那个时候，他是一个很温暖妈妈改变形象了。对，那你觉得你可以演出像他妈妈感吗？不是，就是那种一连串台词不停的那种连续性的骂人。哇哦！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尝试过，你没尝试过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办法的，可以的，因为是总是要面向他能够讲那么多，必定是有想过，对，切到什么东西，每一句的语气，那个东西才会有它的会靠，还有它的起伏。背台词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吧？对，其实背台词不是很大的问题，但是我会觉得某部分对自己要求吧，我会希望每个细节都想要做到我想要做的感觉。对，所以选择的时间短的时候，我反而会有时候骑摩托车回家，回想刚刚那场戏，就会
常常有这种失落，就是我错了，我选错了，我怎么这样演？或者是偶然看到演出的时候，自己在荧幕上的时候，我在演什么？照本演出跟即兴演出，我可能比较多即兴的部分，真的吗？对，即兴，然后还可以把你的台词给一字不漏，哇，那这样很厉害哦。还好，是哦，一字不漏，我是觉得逻辑上，因为台词都会有逻辑，逻辑上通顺，其实背起来不是一件难事。我可以很即兴，但是叫我背台词，我完全不行。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背的。剧本有很大的关系。我自己觉得，如果像剧本的逻辑很通顺，对，然后有面向的问题，就算你今天一个人是要对5个人讲话，每个人的面向不同，但是你看到这个人这个角色，你就会知道那个逻辑你要讲什么。台词里面有一些诗词啊，或者是什么那一种就很难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拍8点档最难的就是这一些，因为我那时候演的是一个比较 low 马奎耶，对，警察嘛，刑警，所以他讲出来很多是导演说那叫黑话，很算怂的台语，是，可是那种台语又很难背，对，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难的是那个部分。哦，所以你本身不是台湾人？我妈妈是客家人，但是在我小时候他们都有讲台语，所以那些黑话是你平常没听过、没遇过的，完全没遇过的，所以蛮难的，对，会考啦，导演教啦，导演也是要教啦，不然那个台语会考很难，真的吼。对，好。8点档让你对演戏的热情其实稍微锐减了一点，但是什么样的状况又让你可以保持住你那个还是喜欢演戏的热情呢？应该是说我中间自己会找很多机会，然后空档的时间还是会去演舞台剧，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像充电的过程。你可以完全，例如说我们排练会有3、4个小时，对，你有这一段戏。你在这3、4个小时里面很专注，然后去做戏剧上的选择，跟对手丢接，这个时候热情就会抓回来，对，这种感觉。不然锐减下去，你不能让它一直掉到谷底。我会演员会想要找一些出口，我会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棒的出口。演了那么多舞台剧，有没有其实让你觉得你最爱的？最爱的，对。近2年演了吴念真导演的《人间条件》系列，我觉得对我自己，过往的家庭经验来说，它是一个很棒的疗愈过程。也是因为刚好碰到了这一些戏，然后这样的角色，刚好治愈了我自己内心很长的那个家庭的那个锁，解不开的东西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很像我爸爸的角色，然后从小其实我对我爸爸没有这么的谅解，然后跟他的观念其实跟我的个性很不合，然后我会那个锁那个结一直在那里，因为演这样的戏，我要演我爸爸。你似乎懂了他的想法，他到底是想什么？在这个戏剧上的过程跟思索，他这一句台词为什么这么说，好像就看到他心里想的事情。他想到了这些事情，然后我在台上把它演出来之后，我似乎懂他为什么这么想。对，所以好像有把那个结打开了一点。我现在不会觉得有怨恨他或埋怨他什么，只是我们2个没有互相的那个沟通的桥梁。对你来讲，真的就是疗愈，对不对？而且很过瘾。真的吗？很过瘾。演完之后要抽离出来，对你来说容易吗？我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过程就是你说很多人是说，因为演这部戏，然后会陷在里面，然后会出不来之类，我好像比较没有这样的过程。
所以你算是理性的哦，算理性，应该算是理性的。哇，这样有点冲突啊，因为应该演戏应该是很感性的，让你又很理性的把它抽离出来，你怎么做到的平衡？有没有理解这件事吧？我觉得好像在角色里面，你理解的角色是那个是角色，对。然后他出来之后，我还是回到我自己。那中间会有这个拉扯的过程，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懂，然后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那个过程之中，可能在我生活中会影响我。可是当我抓到这个角色之后，我可以快速的跳出来，然后又再去演这个角色。有同时嘎戏的过程吗？有。那会不会错乱？不会，我我好像没有这个困扰。对，那这样真的还是很厉害哦。应该是经验，我觉得我不能说我很厉害，但是刚好在舞台剧里面碰到的这一些角色跟过程，例如说吴念真导演有一次在舞台剧里面，我一个人演了7个角色。所以这 maybe 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，对我来说，我有7种不同的东西在同一出舞台剧里面要去呈现，人格分裂，maybe 可以这么说。你觉得你有人格分裂吗？因为我觉得好像演员都是一个很容易人格分裂的人我 AB 型，然后又那个上升双子，所以。好像有蛮多种，你说人格分裂，可能有一点。其实我看你的样子很 nice， 情绪来了，或者是真的踩到你的底线的时候，你应该就是一个恶魔。是哦，我是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越亲近的家人，会比较知道我的毛在哪里。所以可能面对不太熟的人，或者是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很 nice。踩到底线，也许我都不一定会爆炸。对。但是如果越亲近的家人，我可能就会爆炸。可能家人真的比较受累一点，比较辛苦。真的，好比人家有说过，像什么周星驰啊，对，很好笑，把欢乐带给全世界。可是回到角色后面之后，他是一个很沉的一个人。你在家里也是吗？我在家不会啦，不会啦。除非是踩到你的底线，对不对？对，除非是踩到底线。我跟我妈也是就打打闹闹，开玩笑。对。你妈妈是一个发型师，设计师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她帮你剪了这样的发型。对，从小到大都是她帮我剪头发。其实我对你的印象，就是我们第一次在拍的时候，对，你是算是平头。我记得是有一点对，比较短的，对。然后接下来我就看你的发型，就是怎么看怎么怪，就是完全不像你的年纪。那也是妈妈的创作吗？有时候是她的创作，有时候可能剧组定妆要这样的发型，所以也没有做太大的修改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发型比较符合到你的年纪跟。我觉得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西装头又觉得好像年纪大了一点，你有这样觉得？太成熟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平常也是一个比较，我不能说幼稚，就是比较小孩子气的人。可以说幼稚，我很幼稚。很幼稚，怎么样的幼稚法？很爱玩啊，然后很爱开玩笑啊，说话都很直接，不经大脑那一种。难听叫幼稚啊，可是好听叫单纯。我是一个生活还有东西都蛮单纯过生活的人。你可能会有很强的专业能力，可能你的言行举止或者是你的样子太年轻，或者说人家说的幼稚，然后导致别人不太信任你的专业这件事。有，基本上来说，出去试镜之前，有没有试镜角色机会的时候，在前一步都是先把照片丢出去。所以在很多 casting 看到照片之后，都会误以为觉得我私底下个性是这样，所以他应该没有办法演出这样的角色。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亏损啊！我因为人家觉得我外在是这样的形象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试这样子的角色。可是我不一定觉得我没办法演出来哦。对，所以这个某方面来说，算是一种比较不好的
过程。像言承晨，他就是一个到了28岁，他还是一个高中生的脸哦，所以因此我觉得对，因此他的戏路角色限制就很大。对，这就是第一面的印象，对，你就会觉得可能这个角色不一定适合他，可是其实演员就是各种路都愿意尝试，都可以尝试 ，maybe 他真的突破了，他演得很好呢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路比较窄的感觉。有没有没演过而想尝试的？我想认真的演一次坏人，比较邪派的角色，小丑吧，小丑，小丑那种感觉。去年有拍一部电视电影，然后从以前大家都会找我演的都是比较正派的，比如说律师啊、警察啊那一类，检察官什么的，很正向的。然后去年突然有一个机会找我演一个智商不太高的贼，然后我想说，哇，这个导演还蛮信任我的，有眼光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不容易有抓到这样子的机会，然后我本身刚刚跟你说，我是一个很幼稚的人，刚好演了一个智商不太高，然后很可爱的一个贼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部戏就可以跟导演有很多的蕊戏的过程，然后有一些即兴的东西，跟导演去磨这个角色，演完之后好爽。对，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啦。演舞台剧一定是你丢过来，我丢过去，两个人的程度是一样的，球才不会掉地上。对，但是演电视或电影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子，不一定是这样。你有没有遇过？通常这种时候啦，导演都会磨戏，可能会休一段时间，然后要么就是我降一点，我去配合他，要么就是希望可以找方法让他再高一点，这种方式要磨的可能就比较久。演戏会是你终身的职业吗？目前是。从什么时候觉得你应该是要演戏？从演了第一出舞台剧之后，我享受了那个听到了观众掌声之后，我觉得我是要成为一个演员的。那在之前的志愿是，赚钱养家，发型师。我还真的没有这个天赋哦。我妈妈有认真想要让我去学，就是妈妈的店以后就给我这样，对，不可能，没有，我完全没有天分。所以她帮我剪了一个很帅的头发，然后跟我拿了一瓶发蜡给我说：“哎，你把它抓一下哈。”怎么抓不出来。所以从第一次演了舞台剧，享受观众的掌声之后，你觉得你从此就是要演戏的？你觉得你的代表作是吴念真导演的戏《人间条件》，对，很过瘾的一部电影，很过瘾。对，在舞台剧里面有当过导演，会往自己不排斥，而且也有尝试想要写一出戏自己来导。哦，音乐剧，音乐剧。类似百老汇的那种。为什么是音乐剧？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传达情感更快速的方式，而且有时候台词很长，你用一首歌，观众的渲染力更强。所以大家不知道你会唱歌哦。喜欢唱歌，唱得好不好？还不错吧。那表示真的，那讲音乐剧就有道理啊。对啊，我会自己想自己导自己演这样。我会因为想要做音乐剧，是我去了美国。在疫情之前刚好去了美国，然后看了百老汇，看了前2天之后，我第3天要再去买票，都要早上6点排10点开门，要排4个小时。在那些排队的过程之中，我就开始想剧本，然后我要怎么样写一个属于台湾人有情感的音乐剧，这种感觉，而且是年轻人的。其实我很爱音乐剧，真的哦。而且音乐剧除了戏的魅力之外，又有音乐的魅力，所以这是2种合起来的这种感觉。对，有时候又有跳舞，而且百老汇的那个舞蹈，哇塞！
塞，天哪！对，享受。我希望王维赶快生出一个音乐剧出来。我希望，我超希望。对，谢谢你今天来，拜拜，谢谢。